最近1个月跟骑士的谈判效果非常糟糕，他们好像能预知咱们的举动，并提前做出反应。从中华路项目购地失败的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了，咱们出了内鬼。不会吧？谈判组成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核的。去查，一定要把这个小子给我揪出来，我要让他看看叛徒的下场是什么。弟弟，你洗好了吗？我们开饭了。我马上就来。好，你快点啊。骑士辞职，咱们有了小木屋，我们要一个孩子，好不好？啊，好啊。1个可不够啊，我看咱们最好要2个，要是龙凤胎就更好了。你想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你喜欢女孩，我喜欢男孩，到时候我们就不用打架了。等他们长大了以后呢？我可以教男孩打篮球，你教女孩弹钢琴，我们4个人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你说好不好？怎么了？谈得那么烦躁？你说是不是特别笨啊？学那么久都学不好。慢慢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嘛，不一定会弹钢琴就代表一切。我要抓紧训练，再过几天就是舞会了，我可不能给我哥丢脸。加油！向天，白小姐来了。白弟弟，弟弟，白马王子，现在终于抱得美人归了吧，甜蜜啦？少来吧。对了，3天后文氏举办舞会，正式介绍小穗，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哦。放心吧，你不叫我去，我也会去的。向天，我跟子天在一起了，我发现我还是忘不了他。弟弟啊，你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我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可是我也想像你一样，为爱情疯狂一次，就一次，至少让我感觉我还活着。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肥皂泡吗？子天的那个啊，总是最大最漂亮的。其实现在他也是在为我吹一个泡泡，美丽却很容易破。其实我也知道，他跟我在一起是想要利用我。可是即使这样，在这个泡泡破碎之前，我还是想要守在他的身边，享受这最后的美好。即使只是多1分钟，多1秒也好。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知道。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服我离开他了。怎么了？白弟弟是子天个女朋友啊？是啊，他们从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喜欢上对方，一直到现在。那他应该很爱子天个吧？唉，爱的有点可怜。你知道吗？刚才弟弟来找我，他告诉我，他在疯狂地享受黑暗前的最后光明。这就是弟弟。如果他爱起来，会比任何人都疯狂。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考验你了，看你会不会背着我见异思迁啊？我有你就够了。哎，你教我弹琴吧。好啊，从现在开始呢，就用心感受节奏，目光跟着我的手指。来吧。厉害。你先来。我先来。你就美吧，钱小碎。哼，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不是每只麻雀都能变成凤凰。老公，今天舞会，他们什么意思啊？应该送请柬过来的哦，是看不起咱们吗？不请咱们，太过分了吧？他们。老婆，你不懂就别瞎说嘛，对不对？你不要忘了，人家文家是个大家族，大家族有大家族的乱。你想想，他们从上到下有多少的关考要经过，一道道都是吩咐好的。而且你看，从老夫人到他们总管，到他们这个外联单位，也许其中一道把咱们给落了，也不一定，是不是？这样吧，咱们别等了，应该是不会来了。换换衣服，干活去吧。换衣服干活了，别等了。啊？好了，大不了不去了。我不会。你不会拿一杯装装样子？来 ，Cheers。
别紧张，放轻松，就跟咱们平常练习的那样就好。这么多人，万一我出丑怎么办呀？不用理会别人怎么看。听我说，最美丽的音乐，往往都是演奏给自己听的。小天，小天，快叫安迪，这是林总。安迪，厉害！安迪，你好。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我在英国剑桥读了4年，主要是读经济。头2年呢是读经济法，然后就会计。现在公司全靠他了。我去打个电话。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生太气的了啊！哎呀，其实你比我更心知肚明，你早就知道文家根本看不起我们家。什么舞会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不稀罕呢。老婆，其实这个舞会去不去不是重点，我就怕小穗呢，在文家不是过得那么舒服，你知道吧？你想，如果他在文家过得很幸福的话，这个请帖早就送到我们家了，但是没有。我就是怕小穗她那么懂事啊，怕咱们不高兴，所以呢，就把一切有什么问题委屈都塞进肚子里去，不告诉我们，你知道吗？其实他在文家，搞不好就不是咱们想的那样过得那么光鲜亮丽。其实，他可能是拿着一把刷子在地上刷地板，你知道吗？好了好了好了，想到这个我就好了好了，不这么想，不这么想，亲爱的。我告诉你啊，有阿玉在，小穗保证不会受委屈的。哎，你快点！喂，小穗，哥，怎么样？过得还好吧？有没有受什么委屈？快点告诉我啊！我哪会受什么委屈啊？我就是要弹琴了，我紧张嘛。紧张什么？都练那么久了是吧？哥，在哪儿啊？你们什么时候到啊？我刚没看见你们。我们没去呢，小穗。为什么呀？因为这2天咱们超市突然间火到不行，人太多了，然后每个人都非常的忙，所以都站着走不开，所以没办法去。我还以为你们会来给我加油呢。没关系，超市生意火也是好事嘛。啊，小穗，虽然哥不在，但我们对你有信心啊，好好加油，我们等你好消息。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去弹琴了。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it ha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The moonlight sun. 你是要干什么？你不知道啊？妈，现在还不能开始，小翠还没有找到呢。是啊，弟弟，要不然你跟他上。你从小就练钢琴，就算帮我一个忙，帮我。妈，要不再等等吧？小翠为了今天，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不能再等了，再这样等下去，文家就出大丑了。小翠，你要干嘛去？小翠，向天，我有事要找你，跟我来。白叔，稍等一下可以吗？不行，这件事关系到你我和整个文氏，跟我来。你去忙吧，我没事的。跟我来。
什么？没收到邀请函？姨妈，小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咱们文家这次是容不下她了，你不能对她太心软啊。他人呢？估计没脸见人，躲在哪儿哭呢吧？你干嘛？今天的舞会，你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哥？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我已经有1个月时间没有见过我哥了。这1个月时间，我一直待在这儿。我告诉自己，只要能跟阿玉在一起，就算我受再大的委屈，我都能忍受。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来得及顾上他们，只是偶尔打个电话。就算在电话里，他们也一直在跟我说，让我好好的，不要顾着超市，说他们都挺好的，让我加油。但是我知道，他们一直在眼巴巴的等着在舞会跟我见面的这一天。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连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都不让我满足他们吗？小穗，我对你跟哥哥的感情很感动。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你要是坐在我这个位置上，你就不能感情用事。我在确定舞会名单的时候，从来就没考虑过你哥哥。你瞪着我也没有用。参加舞会的贵宾，都是我们文家亲属和合作伙伴，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你今天在舞会上已经够丢人的了，若你哥哥要来，指不定还会出什么乱子。白叔叔，到底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文氏出了内鬼。内鬼？现在董事会里已经出现怀疑我的声音了，我需要得到你的支持。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董事长了。同样的事情，20年前也曾发生过。你知道，你爸爸当时怀疑的内鬼是谁吗？是您。对。当初齐大马背叛，你爸爸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他跟我大吵了一场，还扬言要把我赶出文氏去。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一块打拼的兄弟，其实对我一点都不信任。既然现在历史重演，我必须听听你的态度，免得我哀景天驰骋商场一辈子，最后落得个被你们父子2代人误会的下场。说出去，都是我的笑话。白叔叔，你要相信文氏2代人绝不会犯同一个错误。我还是那句话，我对您绝对信任。喂，哥，
哎，小穗啊，舞会如何？表现的怎么样？挺好的。哥，我想你了。哥当然也想你啊。怎么，有没有受什么委屈啊？好像听你的声音有点怪怪的，哭鼻子了？没有啦，就是想你们了。哥，我想回来看看。傻丫头，想家了。我们这儿挺好的，别担心。傻丫头。哥，我弹首钢琴曲给你听吧，我新学的，弹得可好了。好啊，好啊。等着。最近我们几次和骑士的谈判都被对方抢占了先机。我敢肯定，这个内鬼就在咱们谈判小组里边。我已经派人抓紧查去了。我觉得可以不用查得那么紧。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先放着他在谈判组里，不要打草惊蛇。所有机密依旧向组里成员公开。那骑士还不高兴死了？没错，我就是要让骑士先吃甜头，再吃毒药，用假情报揪出内鬼，一箭双雕。好小子。白叔叔啊，其实这招您早就知道，对不对？您来只是想逼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您才敢放心大胆去做。其实啊，我还有一个目的，想来看一看你的脑子生没生锈。我老了，文氏最终是要还给你的。白叔叔，我真的不想再参与这些勾心斗角的斗争。您让我出主意还行，要我重新回商场，我做不到。向天，我相信你会改变主意的。在你我的眼里，商场即战场，总有一天你会厌倦平淡生活的。我回去了，记着明天来公司。向天，钱小姐一直在弹琴，谁也劝不住。她说从来没有让哥哥听过她弹琴，这次一定要补上。什么意思？刚才你跟白总谈话的时候，他和夫人拌了几句嘴。为什么？说是这次舞会没有邀请他哥哥嫂子，他觉得委屈了。为什么会这样？我去找我妈。他还没有到参加这个舞会的级别。您这样看人下菜碟儿，换了谁都受不了。妈，小翠为了讨您喜欢，受了多少委屈，
我求您别再制造矛盾了，好不好？您就不能像对待家人那样对待小穗，对待他的亲人吗？他们也是我的亲人。小声点儿。钱小姐，文家事务繁杂，向天不可能一一顾及到，所以。合着小穗一来，咱们家规矩都得改啊？这种没有人情味的规矩，当初谁定的？妈，你也不是天生的大小姐。当初您和我爸、白叔还有齐大马奋斗的时候，你也不是像小穗一样是个普通人吗？我听白叔说，那个时候你们吃住都在公司，到了现在有钱有地位了，就设立了好多的条条框框，把自己关进去，处处高人一等。那个时候的你们去哪儿了？阿月，你不要跟妈妈吵架了，听话啊。今天的事儿我也有错，可能是我太想家了吧。不过我相信我们会很快好起来的，一定会的。你也要相信啊。我虽然有点笨，但我会努力的。真希望下次能跟你一起四手联弹。哈哈。在乱想。来，小姐。喜欢吗？送你的，挺好看的，谢谢你，白小姐。昨天我跟向天一起在舞会上弹琴的事情，没事儿。这事儿怪我不好，我迟到了，我还想来谢谢白小姐你帮我垫场呢。
你也别叫我白小姐了，叫我迪迪就好。迪迪姐，我叫你迪姐吧，这样比较顺口。迪姐，那你还不如叫我迪哥好了。真好，我一直想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妹妹，不过很可惜，从小到大跟我一起的只有向天跟子谦都是男孩，我也被他们带得跟假小子似的。你不是挺淑女的吗？那都是装的。小的时候啊，他俩常常的偷偷带我去空地上抓蜻蜓，上树掏鸟蛋，这一天玩下来跟个泥人似的。他们俩倒好，脱了衣服就往河里头跳去游泳去洗澡，可我不会水，我就只能站在岸边干跺脚。回家之后还被我爸臭骂一顿。这就是他们俩干的好事啊！我没想到子田哥原来小时候也这么皮呀，我还以为他从小就特安静呢。人长大了，总是会变的嘛，就变得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你觉得子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子天哥，他很安静，不爱说话，但是很会关心人。我觉得他像苍耳。苍耳？对，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老是勾在衣服上，就小小的带刺的那种东西。我觉得子天哥就像苍耳一样，虽然身上有刺儿不好接近，但是他身上那种刺是为了能够离人更近。迪姐，怎么了？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你别生气啊。啊，没有，只是觉得苍耳，你说的太对了。小翠，能有你这么个妹妹，感觉真好。老婆，你看，好大呀！像工厂一样大啊！你好，你好，欢迎钱先生、钱太太。欢迎钱先生、钱太太。起来，起来，起来！大家辛苦了。二位请。你看，啊，哎，谢总，我妹呢？她在这儿过得怎么样？还习惯吧？令妹天资聪明，相信你们见到她，觉得会变了一个人。哎呀，但是没受什么委屈吧？在这里，这个你应该放心。夫人请了最优秀的礼仪老师在指导她呢。哦，那我多虑了。您带路，您带路。装死啊！看什么看？谁装？说你还不服气？我告诉你啊，舞蹈是可以最锻炼一个女孩子的气质。这一伸手，
这一抬脚，你看，你看，这都是气质，都是感觉，你知道吗？看什么看？不服气啊？继续。